大家好，我是夕阳。上海的葱油芋奶做法简单，却很有特色，算是一道特色菜。这是浙江金华的红芽芋奶，它的顶端是粉红色的，吃口软糯细腻，尽量挑选这种品种。把芋奶外层清洗干净，这里差不多700克芋奶。把芋奶放入蒸锅中，要用冷水下锅，让蒸汽逐步渗透到内部，蒸的速度会更快。蒸20分钟，20分钟后用筷子插一下，彻底熟了，筷子就可以很轻松地插入。先把芋奶取出放凉，就这样剥皮蘸白砂糖直接吃也很不错。芋奶的淀粉含量很高，如果去皮蒸很容易发黑。熟透的芋奶很容易剥皮，如果觉得粘手，可以在边上放一碗水，蘸着水剥。把一半的小葱切成段。芋奶本身没有什么味道，要靠葱油来帮它提味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请帮我点赞并订阅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另一半的葱白和葱叶分开，这个菜葱花用的比较多。芋奶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，这样成熟度比较一致，看得出芋奶已经很黏很糯了。你平时会吃芋奶吗？我一般中秋节会想到吃芋奶。现在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锅中加入食用油，放入全部葱段，开小火把葱段熬到焦黄。这个过程不要心急，慢慢熬。葱油的味道确实很香。把熬好的葱段全部取出，如果不取出直接炒，芋奶会发黑。我们只用葱油，剩下的葱段留着拌面。锅中下葱白，爆出香味，然后加入芋奶。这道菜要让葱花的香味和芋奶的软糯充分结合才完美。加入3克食用盐，再加3克白砂糖，加入清水到食材的1/3处。具体的配料表在视频的最后，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加盖用小火焖煮5分钟，好让芋奶入味。5分钟后打开锅盖，加入5克麻油。汤汁已经开始变得粘稠，可以开大火再收一下汁。加入切好的葱花，搅拌均匀，让带着浓郁葱香的酱汁牢牢地包裹在每一块芋头上。最后淋上10克熟油，出锅。一盘上海风味的葱油芋奶就做好了，让我们看看效果吧。芋奶还有什么简单的做法呢？希望您能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我是夕阳，请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